欢迎来到考拉上校的家庭影院入门第3集，困难难度，用功放、音箱、低音炮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影院。这个视频主打一个纸上谈兵，我们从头过一遍，一套家庭影院到底有哪些东西组成，它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，怎么工作的。欢迎各位未来发烧友。我们把电影、剧集和游戏统一称为片源。对于电影、剧集来说，片源可能是一张蓝光盘，可能是下载的文件，也可能来自流媒体平台。即使对于同一部电影，不同的片源画质和音质都有很大的区别。它们的质量排序大概是这样的：一般通过文件的大小就能基本判断片源的品质，因为决定画质和音质的是视频和音频的码率，码率越高，文件体积越大，也就意味着越高的画质和音质。对于游戏来说，片源的选择就简单多了，因为没得选。不管是实体版还是数字版，声音和画质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游戏制作方和发行平台。比如受限于 CPU 和 GPU 的性能， PC 的画质就是比主机更好。从声音维度上说， PC、Xbox 和 PS5 都支持杜比全景声，而 Switch 最高只能支持到 5.1 声道，所以我们没得选，有什么就玩什么。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？因为片源是家庭影院最前端的一个环节。当我们好不容易组建了一套自己的家庭影院，用来测试和调试的片源一定要用最好的，才能看到、听到设备的上限在哪里。平时看电影、玩游戏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挑了，但是我们心里明白，我的设备已经用最好的片源测试过了，如果效果不好，就要先考虑是不是片源的问题了。播放设备有非常多的选择，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。蓝光机分为带光区的和不带光区的。带光区的主要用来播放实体蓝光电影，很多也可以播放本地文件。不带光区的只用来播放本地文件。由于芯片的关系，它们两个能完美的支持蓝光菜单和呈现原汁原味的最高画质和音质。安卓播放器主要用来播放本地文件，但对于一些蓝光圆盘的菜单不能完美的显示，画质和音质不如蓝光机，但它对于不同片源的兼容性是最好的，也可以播放流媒体在线电影，价格不高，是入门家庭影院播放器的首选。Apple TV 主要用来播放流媒体，特别是海外流媒体。通过安装 Infuse App 也可以播放本地文件，系统流畅丝滑，但是无法音频直通，网络原因在国内使用门槛比较高。PC 可以通过安装蓝光光驱和软件实现所有的片源通吃，但是缺点是功耗高，设置繁琐，没有遥控器。作为家庭影院播放器来说可以用，但不推荐。对于游戏来说，用不同的硬件玩不同的平台游戏，相信不用介绍。光驱版 PS5 和 Xbox 甚至可以用来播放蓝光电影光盘，也可以安装 App 播放其中一些流媒体电影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，现在大部分电视和智能投影都内置了安卓系统，有自带的媒体播放器，还可以安装一个叫 Kodi 的播放软件来实现大部分的本地片源的播放，可以理解为他们内置了一个安卓播放器。播放设备读取片源之后，把视频和音频信号装到一条 HDMI 线里，输出给下一个设备功放。家庭影院功放的英文名其实叫 AV Receiver， 也就是 AV 接收机。这个 AV 可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而是 Audio 和 Video。我们国内习惯叫它功放或是 AV 功放，这样就能和听歌用的 HiFi 功放区分开。AV 功放收到来自播放设备的信号之后，需要先动动脑子识别一下。这个播放器给我的视频信号是 1080p 还是 4K？ 是标准动态范围呢，还是高动态范围的画面？是24帧、60帧还是120帧？如果播放设备是游戏主机，还要考虑有没有可变刷新率等等等等。考虑完视频信号，还有音频信号，播放设备给我的是2声道的立体声，还是多声道的环绕声，还是包含了方位信息的全景声？是无损格式还是压缩格式的？是什么音频编码？这个动脑子的过程就是解码。AV 功放要解码这些信息，就得脑子里面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。但是功放和功放的脑子不一样所以决定 AV 功放价格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它对于视频和音频的识别解码能力。AV 功放动完脑子，它还得出力，也就是把解码后的音频信号功率放大，再通过音箱线传输给音箱，推动它发出声音。同时呢，它还需要一条 HDMI 线把视频信号传输给显示设备，也就是电视或者投影。你看 AV 功放在家庭影院中承上启下，干的事儿最多，责任最大，所以对于入门家庭影院来说， AV 功放就是核心设备。
承上它可以同时接入多个播放设备，启下它要连接多声道的音箱和显示设备。所以决定 AV 功放的价格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它承上启下的能力。背面的接口越多，一般能力越强，价格越贵。同时，越贵的型号通常功率也更大，功率大能更好的推动大型的落地音箱，让声音的失真更小。因为 AV 功放这个东西在小白的眼里比较陌生，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不同价位的 AV 功放的品牌列表，你可以自己去他们的官网看看。AV 功放通过音箱线把音频信号传递给音箱，家庭影院音箱一般都是无源音箱。由于解码和功率的放大是 AV 功放负责的，所以无源音箱不需要单独的供电。所以普通的无源音箱背后只有一对接线柱，你在走线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从 AV 功放到不同声道音箱的音箱线，不用给音箱预留电源插座。低音炮其实它也是个音箱，只是它的喇叭尺寸更大，这样它就能发出100赫兹以下的低频声音。电影和游戏中的具体作用就是表现雷声、崩裂、爆炸、咆哮、鼓声等等非常低沉和震撼的声音，同时还能补充小音箱无法产生的低频，让声音更加结实厚重。另外，低音炮的大喇叭推动空气分子振动的能力更强，能把声波传到你屁股下的沙发，会让你获得酥酥麻麻的体感。所以低音炮非常的重要，号称是家庭影院的灵魂。因为它需要的功率更大 ，AV 功放满足不了，一般是内置功率放大的，所以低音炮的位置是要预留插座的。那音箱和低音炮需要几只好呢？这个数量其实就是声道的概念。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动画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你在一个很大的空间正中央，在你面前放了一对音箱，你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，只听到潺潺的溪水声在你面前左右之间流动。一个男低音在喃喃低语，你觉得它并不在音箱里，而是站在你的正前方。这就是 2.0 立体声音箱。在这个空间里又放了一只低音炮，这时你听到的男低音更低沉，呼呼的风声更有质感。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紧随其后的一声惊雷，震得你屁股麻麻的。这就是 2.1 音箱，这个1就是这只低音炮。在你前方的2个音响之间加一只中置音箱，在你两侧再加2只侧环绕音箱，顿时你感觉自己身处一片热带雨林，两侧的针叶植物在风的作用下互相摩擦，沙沙作响，溪水流动的汩汩声，耳旁蜜蜂扇动翅膀的嗡嗡声环绕着你挥之不去。一只母猩猩侧卧在你右前方，搔首弄姿。男低音再次响起，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又到了交配的季节。这就是 5.1 环绕声音箱。5.1 指的是你周围的5只音箱加1只低音炮。现在在你的身后再加2只环绕音箱，公猩猩求偶的叫声由远到近从身后传来。忽然你听到右前方的母猩猩一跃而起，蹦着跳着绕过你的左侧，跑到你的身后，渐行渐远，弃你而去。这2只后环绕音箱让你身后的声音更有纵深感，这就是 7.1 环绕声音箱。在你的天花板上再加4只天空音箱，沉闷的雷声从天上传来，雨滴划破长空，掠过耳边，落在你的四周，打在树叶上、泥土上。雨越下越大，风声此起彼伏，雷声震耳欲聋。你的灵魂正肆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洗礼。突然，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有没有东西啊？人家没地方上班了。”你家电闸被楼下搬了。这就是 7.1.4 全景声音箱。这里的7是家庭影院中分布在你四周的7个声道，1是指1只低音炮，4是指4个天空声道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入门家庭影院的第一个小门槛你已经成功的跨过去了。这时你自然明白 2.1、5.1、7.1、5.1.2、7.1.4 和7.2.4 分别代表什么配置的家庭影院。我的观众里很多是在客厅做家庭影院的，通常沙发都靠墙。那地面声道用5只音箱就可以感受到环绕声，沙发不靠墙的话，可以用7只，能更好的体验到后方的纵深感。天空声道2只起步，如果想体验天空声道也有环绕声，那就要4只。比如杜比全景声有一个试音片段，直升机，2只天空声道你只能听到直升机从左往右的往复，4只天空声道就变成了直升机在头顶盘旋。低音炮对于入门家庭影院来说，我建议就1只，有的发烧友用2只甚至更多，是为了更好的声音密度。
但是两只炮需要声学调试，它们两个并不是简单的低频叠加，而是一定要协同工作才能发挥得更好。如果不调试，那两只炮甚至有可能起到负面效果，比如说低频驻波堆积在房间消散不掉，听起来就会嗡嗡作响，脑壳疼。这是下一个难度，以后我们再一起研究。另外，声道越多，需要的 AV 功放就越高级，预算也就要更多。总的来说，声道数量要结合你的房间大小和预算，并不是越多越好。这里给大家一个不同价位的音箱和低音炮的品牌，这些品牌都是比较正规的，你可以自己去他们的官网看看。AV 功放会把处理过的视频信号通过一条 HDMI 线传输给显示设备。传统家庭影院通常会使用投影，因为它可以投射足够大的画面，产生影院的观影感。但是在今天，很多人玩游戏比看电影花的时间更多。如果你只买一个显示设备，那一台拥有 HDMI 2.1 接口的 4K 电视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关于 HDMI 2.1 的介绍，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中看到。投影和电视之争在评论区就从来没有平息过，两个我都用了很多年，有一些感受，我把它们放在一个表格里供你参考。那一个家庭影院显示设备的尺寸多大会有影院感呢？那要看你坐的有多近。家庭影院认证机构 THX 的官网有一个公式，你把自己的电视或投影的尺寸带入到公式，就会生成一个最佳观影距离。反过来也可以根据你的房间大小得到观影距离，然后计算出一个最佳的显示设备的尺寸。我在实际使用过后感觉比较靠谱，分享给大家。这个视频是家庭影院入门3，我尽可能做的简单，是想让刚入坑的朋友对家庭影院先有一个框架，然后以后再慢慢往里面填东西。希望没有劝退你。其实原本还有很多东西想加来着，比如说各种音频编码格式，什么是声音的频率，什么是全频音箱，什么是分频音箱，分频点的设置等等，那实在是太长了，我做起来吃力，你看起来也累，以后慢慢来吧。然后是更进一步的折腾，比如说双炮的调试啊，自制低频陷阱啊，音箱的相位对齐啊，这些声学相关的内容我正在研究，等我有点阶段性的学习成果以后，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然后等一整套的声学相关的东西我通透了之后，再做一个家庭影院入门4的地狱难度，系统的来一遍。那这个有生之年的系列就算完结了。我是考拉上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